Hello， 大家好。那今天刚好有朋友送我这个桑葚啊，正红的桑葚，那我们就把它准备打成汁，然后备用来做馒头啊。因为之前有位好朋友他说可不可以来一点那个桑葚的教学，那我们就来试看看咯。Hello， 我们现在来介绍我们的材料啊。那我们的材料有这个是已经把它用果汁机打成汁的桑葚啊，桑葚汁。这个因为它有一些果粒存在，那我们今天的先准备是540cc 左右啊，540cc 左右。那再来是中筋面粉，因为连假回来放假回来去卖场找不到水手牌的中筋面粉，那看了一下有一个新的品牌啊，那它还是那个清真认证的阿拉认证的啊，那我们就试着来操作看看，1公斤，然后再来就是发酵粉，那我们今天用12克啊，因为你在外面买到的有一些盒装的，它的发酵粉都是12克一包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用12克来操作。再来是坚果，这是140克的坚果啊，那家里刚好剩下140克，我们为了增加它一点颜色，不然就是全部都是只有桑葚的颜色而已。那我们面团一次发酵完以后，我们做完排气把它擀成面饼的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坚果擀成粉，然后铺在上面再卷起来，那增加一点点颜色这样子，不然全部都是桑葚的颜色，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美哈。那我们就开始来操作咯。好，这里是1公斤的中筋面粉，那我们把12克的发酵粉把它倒进来啊，然后用筷子稍微把它搅拌一下，然后再把这个桑葚啊，540cc 的桑葚，然后我们分批把它加进来啊。我们会留一点点下来，那看最后的状况是怎么样子。那因为桑葚的颜色啊，它那个色不能讲色素了啊，但是事实上它的颜色很容易就把我们的琉璃台染色啊，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深的，很快会把那个琉璃台染色啊。所以你如果有这种工作垫的话，那尽量用工作垫啊，不然就是用那个不锈钢的桌子啊或者垫子来处理。好，看样子是不够，那我们再把剩下的把它加进来。好，那我们就全部把它加进来，540cc 的果泥。好，那我们先这样子，然后把筷子拨干净，然后用手来按压。那桑葚刚好是现在是4月，是盛产的季节，那刚好有好朋友在之前有留言说，请我们来做一下桑葚馒头的教学。那坦白讲，我也没做过，也不能讲说是教学啦，只是大家来研究一下啊。那刚好有个好朋友，他们家里在宜兰，那他庭院里面有种桑葚，那刚好现在就是桑葚成熟的季节，刚好他有回去，然后采了一些桑葚。然后跟我讲说，要不要来拿一点桑葚回家？我就想说，正好。事实上，我在我们社区的团购网啊，有人在卖桑葚汁，那也有订了。结果
刚订完，第二天，好朋友就说叫我去拿桑葚，真的是事情就是这么巧。哦，看这个样子好像是干了一点了，没关系。那如果真的水分不够，我们再另外加进来就好了。因为这个是第一次用的面粉，它的含水量我们也不知道啊，那没关系，就是边操作边来添加。哦，真的是比较干啊，不像我们之前操作的，那里面有，但是可能要再加一点吧。哦，那我们就再加个30cc 左右的水进来。啊，先一样分批次。像这种果泥本来就操作上就会比较难度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本身的果肉会占一些空间，哦，就像做南瓜的，或者像之后我们会做那个红萝卜口味的，或者是你要做地瓜口味的，哦，因为它本身有果泥，它会占一些空间。所以在操作的时候，水分的拿捏比较不准，所以我们就分批次来增加。那我们操作的时间一样，差不多抓8分钟，哦，混合的时间。我们把剩下的把它也加进来，啊，剩下的水，所以我们今天的水的部分就是果泥540cc， 再加上30cc 的那个清水。我们边整理一下我们的工作案板。好，我们的面团已经好了啊，那我们把它放在工作盆里面，等待它做一次发酵。一次发酵的判断就是它现在面团的2倍大，那几乎就是整个工作盆了。那我们等一下回来。Hello， 我们的馒头一次发酵已经完成了啊，已经膨胀差不多2倍大了。那我们把它剥开来看啊，蜂巢状啊。那我们在工作案板上面撒一层粉，那再把这个面团把它取下来。好，那我们开始来做排气的动作。那排气的动作差不多做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哈。那这个面团的湿度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刚才加的水是适量的啊。为什么现在讲的是排气动作5分钟呢？因为发现呐，各位的发酵粉的新鲜度不一定啊。那如果发酵粉新鲜的话，我们稍微搓揉久一点，它在蒸的时候，2次发酵完蒸的时候，它还有足够的那个发酵能力，让它整个膨胀起来。如果你的发酵粉的新鲜度不够，可能放的比较久了，它可能没办法支撑到整个那个蒸煮的过程，可能它在蒸的时候会膨胀起来。但是到后段的时候会慢慢火一关会慢慢的塌陷，好，那
我们就差不多抓5分钟就好了。好，也让各位稍微省力一下。然后这掉下来的就是它那个桑葚的，应该算种子吧，果实里面的种子。因为我们是直接把它打成汁，没有加水打成汁，然后没有再另外过滤。好，那我们的馒头排气动作差不多了，那我们一样在工作平台上面、案板上面撒一层粉，好，那上面稍微撒一下。那我们把它擀平，好。那我们把它擀平了，那再来就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坚果，我们把它捣成粉状，用果汁机把它打的。好，那我们把它铺在上面，有点像花生粉哈。好，那我们开始来把它卷起来，一样由外往内卷。好，把它卷实。如果粘住，就像我们刚才这样子，好，用这个刮刀把它稍微刮一下，好，然后由内往外把它搓开，这样子，好，搓成长条。那我们准备来做切割的动作。好，头把它切掉。像这有交界的地方一样，我们把它倒过来。哦。那我们把它放在馒头纸上面，然后放在蒸笼里面，然后放在蒸盘。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桑葚馒头啊，桑葚馒头。那我们把它放在蒸笼里面，等待它做2次发酵。那我们的蒸笼里面现在已经有先放水了，放冷水。那我们把它放在蒸笼里面，等待它做2次发酵。2次发酵的判断就是它现在这个的馒头，现在比较扎实的感觉。你可以看到它表面已经变成稍微有一点粉粉嫩嫩那种感觉，这样形容也许不是很明确。那你就是等待它这个馒头体膨胀差不多1.3倍左右，那你就可以开火下去蒸。那我们等一下回来。Hello， 我们的馒头已经放到差不多1.3倍左右了。那我们现在冷水开大火下去蒸，然后冒烟开始计时15分钟。15分钟一到，那我们关火再焖个5分钟，那就可以开盖。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咯。Hello， 我们的桑葚馒头已经蒸好了。各位可以看到，它每一颗馒头它的
蓬松度啊是够的啊，它整个有撑起来。因为有人在问哦，事实上我还没有回他啦，他今天有留言说他的馒头为什么会有一点点内缩。那我们刚才也有提到，在做排气动作的时候，我们之前都是抓8分钟。那因为每一个好朋友你们的发酵粉的新鲜度不知道哦，那到底是很新鲜的，或者是有放了一段时间不知道。那因为那个发酵粉的新鲜度有关于到这个馒头本体它可不可以撑起来。那当然在撑的时候，你如果用你的蒸笼是有透明盖子，有玻璃透明的，你可以看到它，你在蒸的时候它膨胀的非常漂亮。但是等你一关火的时候，它可能会内缩哦，它不像那个整个缩到很硬，但是你会感觉到它是这个形状是内凹的啊，这个地方是整个凹进去，那就代表可能你的馒头的所使用的发酵粉可能有一点点过期了啊，或者是它的新鲜度不够。那我们今天的可以看到，就是整个蓬松度啊，整个形状是非常漂亮的。那中间这个地方，我们是有加坚果粉下去，放坚果，就是怕它整个桑葚的颜色整颗不那么漂亮。那所以我们也为了增加一点口感，所以把坚果磨粉放下去。好，那我们来拆一个哦，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它在交界的地方哦，我们把它稍微往底下放。好，那也有人说，我的馒头为什么会裂开？事实上，它这个不是裂开，这个是在交界的地方啊。那我们把它，这里面还有一点点水分这样子啊。那我们来试吃一个，你看，我们应该是把它照惯例是把它整个拆开来，好，整个拆开来，好，还蛮不错的啊。那我们来试吃一口咯。可以听到口感啊，嚼劲的口感。那桑葚的味道，坦白讲还是淡淡的啊，还是淡淡的，因为它不像我们之前操作的凤梨口味的，因为我们放凤梨果干，所以它特别的香。那这个东西就是淡淡的啊，那刚好有加一点那个坚果下去，让它增加一点点口感。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有吃到那个桑葚稍微微酸一点点的那种味道出来啊，你在咀嚼的时候就会有出来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桑葚馒头，那希望各位会喜欢。当然你也可以在家里操作，因为桑葚的季节很短，如果真的找不到桑葚新鲜的桑葚来操作的时候，你可以买桑葚果汁啊，有一些它为了保存嘛，因为桑葚的太容易那个应该过熟了，应该也是烂掉，那所以有一些果汁可以用，那我们用果汁来添加也是 OK 的。那至于坚果的部分，你可以用葡萄干用什么不同颜色的东西来搭配也是 OK 的。那当然最后还是希望你帮我按订阅、分享，再按赞哦。那当然有操作上的任何问题，你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那我们试着来帮你看有没有方式解决这样子。那今天的馒头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